好啊。你好。越来越多听到一种想法，就是说来大马读了国际学校，小孩子有可能要毁了，要废了，学得不好啊。今天就跟你来讨论一下，小孩到大马来是否就会毁掉呢？我想，这种声音其实最近好像越来越多啊。我们总觉得大家跟我们一样，小孩子在中国念公立学校，已经很厌倦了，压力太大了，所以想到他大马来轻松一下。但是我确实没想到，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你看身边的人，大到马来西亚来，我们身边认识的 Wilson 的同学家长，然后大部分都是表现出的一种焦虑，反差实在是太大了，跟国内这个所谓的作业做到死的这种状态，这里是没有作业闲到死。那除了这个之外，我看到微信公众号总是给我推一些文章，就类似于说，在泰国读了5年这个国际学校，孩子全毁了，或者就是说在东南亚读了2年国际学校，最后决定要回到公立学校去读书，这种也很多。这是一种在中国典型的营销方法，叫交智商税赚焦虑钱。不需要来一段时间，我们学校会举办 New Parents Morning Tea 新来的家长刚刚到大马，跟我们交流的那些话题就说，哎呦，怎么到这里这么轻松啊，书包里书都没有，学校回家作业都没有，对吧？然后家长还会提说，你看这个数学怎么这么简单啊，这个都中学了，怎么还在学这种我们小学2、3年级在学的东西啊？我们可以 detail 一下碰到的这个情况，无非呢就是大家觉得作业少，教的简单，另外呢就是回家小孩子自己的时间比较多，好像学校待的时间比较短，那么再进一步呢，有很多家长对他未来这样能不能考入好大学，他的想法就是那些QS 排名比较靠前的大学，这种概率还高不高啊？小孩还会不会有出息啊？那隐隐的焦虑就是，会不会未来就变得没出息了，反而比原先情况更糟糕了？我觉得那肯定是没出息的。如果以他们的这个旧有思维，我觉得100%是没有，肯定是孩子就是毁掉的。很简单的一个问题，首先你现在出来了，对吗？除非你现在又回到国内去读，包括以什么华侨生联考的资格，然后去考到中国的国内的这种高校。那现在都知道，首先你海外留学背景，你海外这个大学毕业出来的，我们中国传统的那些考公，对吧？公务员编制内的这种将来会越来越少，这个机会你首先就踏不进了，对吧？你第一个阶梯的国内的金凤稳的第一层你已经去不了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你还是要回国内找工作，你这些国外的什么 QS 100以外的大学跟中国本土的那些大学来比，虽然中国本土大学也没几个上 QS 100，对吧？你在用人单位面前，你这种国外凡是没有进什么 QS 50的都是野鸡大学，包括本人毕业的 Berkeley， 据说在国内也是认为是野鸡大学的这种大学的存在情况下，你跟国内的高校毕业生已经又是拉开了很大的差距了。然后再来一段，第三个，你在国外学了这么长时间，中文的退化，你跟那些用中文母语在学习的这些毕业生来比的话，你的孩子也是不能比的。这3个一档比的话，你绝对就是毁了。这么看起来，小孩子真的就是要毁了。虽然我们上回和小潘同学做了期节目，说我就是不同意说那些家长带着小孩子回去什么要逃离大马，但是你看这种情况，这种思想，这种现实的焦虑，好像又是真真实实存在的。如果回到国内去，以孩子现实在国外读国际学校的状况，然后将来如果考不上所谓的常春藤学校，毕业不出来的话，你要回到国内去的话，那妥妥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叫这个玩意儿叫什么烂尾娃。烂尾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来大马可能真的是来错了，真的是不适合。换言之说，如果家长的思想没有发生变化，那么你换了一个地方来教学，压力变小了，不可能达到他原先设定想要的结果，这不可能的事情嘛。是啊。那么排除这个，我们再来看一看 OK， 我们把 Wilson 送到大马来念书，我们是希望他达成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对他学习保持着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我觉得我对他没有什么很大的要求，在学术上我觉得得过且过吧。他自己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起码要考到80分，那我们就按照他定的这个目标向他去提供支持。第二个就是发掘他的兴趣和
他将来想做什么职业的这个方向的选择，对，然后支持他往这个方向去就可以了。第三个就是我们准备好钱呗，将来如果他考到了比较贵的学校，我们至少如果能在财力上拖他一把，那就差不多了。我觉得就是想做这些事儿。我记得啊，就是罗素他以前也写过一个文章叫《The Meaning of Idleness》，在大马的空闲时间很多，作业很少，恰恰给 Wilson 发扬他自己的这个兴趣，找到他真正热爱的事情，提供了非常可贵的土壤。还有给他的体育运动提供了环境。原先他动得少，吃得胖了以后，他几乎是运动会变得越来越少嘛。对，那他更没有时间发掘自己的兴趣。他喜欢 cooking， 哇，那这个家里人都马上就跳起来说这个不能用刀啊，那个是烫的啊，小孩怎么自己在花时间做菜啊？他根本就没有时间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我现在看得很开心的一个事情，就他愿意为自己喜欢的事情投入时间钻研，然后呢孜孜不倦的不停的在这个上面去练习。这样的 idleness 给他提供了他发展的一种可能性。我好像没有讲学术上的，但是我这一点这些空白给他自己长出来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反而是我非常为他感到骄傲和开心的。对，我其实没有想清楚我希望他将来成为什么样子，当然他成为他那个样子的人一定是他自己 self driven，我再怎么希望的话我也只是我希望而已，对吧？但我明白有什么东西是我不想让他去做的。我不想让他去做的就是国内现在已经是很多年的那个所谓的造娃机器的那个产业。因为我以前的朋友圈里面我看的太多了，家长给孩子上国际学校瞄准的就是美国常春藤学校嘛，那爬藤就是从初中开始爬，最后是花上可能上百万的这样一个成本，把孩子包装出一个藤校喜欢的样子。然后对，这个真的是我不想去做的。大家都我们那次聊天你也在，你看到了吗？我的一个朋友为他的这个孩子然后写那个 personal statement， 对吧？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已经是英文很好的，在美国的 JD 啊，美国的 JD， 然后英国的一个博士，然后2个硕士毕业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说长期学习 New York Times 里面会刊登的每年的 personal statement 的那些优秀范文，跟他的孩子一起去钻研学习。除此之外，他写了初稿之后还要花钱请别人那种专业的 native speaker 帮他润色，又润了好几稿，对吗？孩子为了达到托福的这个分数，当时在全球刷考场去考试，考到那个分数，他说那个代价基本上就是每托福提高1分，后面大概是2万块人民币的代价。这样造出的娃最后进了一个还不是常春藤学校，你知道吗？但是这是一个国内成熟的一个产业链，我就不想让他走这样的一条路。我不想让我的孩子这样。我也不想让孩子走这条路。那么我提炼一下，第一个就我觉得在经济上其实是不划算的，因为既然要讲到花多少钱，那么它有它现实的不堪的一面。就你这些钱投下去，花在孩子身上真的是很值得吗？我们那个朋友他说他的那个孩子所在的国际学校，大家都有一种名校的迷思，就相互说，我要进这个藤校的那个 US News 排名前15的那个学校，你好像没有这样立下这样一个远大的志向的话，你就是一个鄙视链的下端。所以他们不自觉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学这个学校，然后为什么要选这个专业，只是别人如果说我不选这个专业，他们会给我投来白眼。我特别不想就是为了别人而活嘛，那所谓的鄙视一定是在比较当中所产生的。我希望还是回到刚才讲的 Wilson， 他是一个可以为了自己的兴趣而去奋斗，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说实话，我们也不是什么名门望族，我们也没有什么家族传统。我一直讲就是我希望他活出一种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样子。我记得年轻的时候看余光中的散文，他把人分成4类，就按是否有趣和是否高级。我就希望他做一个高级且有趣的人就可以了。不是说按照阶层来比。那第二个我们讲具体一点，我其实不太希望他去做那些未来轻易被 AI 取代的事情。For example， 数学有些是需要练习的部分，但是呢，大量的都是一些概念。你看他们学校教的有可能很广博，尤其在他年轻的时候，他什么都知道一点，这为他未来找到自己的兴趣之后把这些点串成一条线提供了可能。但是呢，你不要把600年前的初级数学高等数学再通过练习的方式去精通这些计算，你怎么算你都要比 AI
都要比哪怕是最简单的计算机要差上好几个数量级。我觉得这个不是他所需要去具备的。我觉得我也不想让他，就是因为我们对于某些职业的光环，比如说我以前搞法律工作的，我有很多的法律圈的朋友们，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就是做法律工作。我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因为我还是觉得，就是你一个光鲜职业背后，你只是在前面看到了他的高收入，你没有看到后面的搞法律的人他们所付出的努力。有一些努力不是他喜欢的，但是他不得不去做，维持这份所谓体面收入的那些成本、那些税。对啊，那我想回到作业啊，我再讲具体一点，因为你早上也有跟我在探讨，你说我们校长其实在开会的时候，他也提到了一个概念，根据一个新西兰的教育学家的研究，他就发现小学阶段做不做作业差异不是很大，中学阶段做5到10分钟的作业等同于做1到2个小时的作业。其实这就说明，第一，少和多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多做并没有太大的效果。第二，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叫5到10分钟等于1到2个小时啊？就说你如果给他做10分钟的作业，你多做了5分钟，相当于你给他做很多作业，多做了1个小时。即使你给他很大量的作业，这个效率啊并不是很高的。我自己就有一个亲身体会，我们以前书法老师教我们写字的时候，他一反常态，不像有些老师啊，他说要练，他的教学方法，他说我规定你们每个字不允许写超过3遍。这个字我只能练3遍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遍你都要仔细考虑，我怎么把这个字写好，我下一个字写的时候比上一个要有如何进步。确实，当你自己写的发现我写了5遍6遍的时候，你发现你不自觉的开始做机械动作了。我并不希望他这样。是，就是你很多东西是要带着一种叫设计思维往里面去做，而不是像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你觉得这个1万小时定律的话，你花了1万小时就能够出来，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就好比我自己以前是靠写文章进了大学，然后拿了很多的奖。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所谓的练笔的习惯。你要说什么保持1周要写1篇，我没有这个习惯。这真的不是的，这就是你自己的天赋。然后我觉得这个你的时间上投入多的是大量的阅读，然后给你带来一种写作的一个表达的欲望之后，你自然而然就会出来了，而不是真的是父母逼迫下的练习。但是校长说的那个话让我非常的震惊，你知道吗？我有一种，那我的青春为了狗，对吗？我的青春做了作业是吗？就是我有一种觉得说，那是不是过去我做了这么多作业才成就了现在的我有一个巨大的疑问和不安全感，你知道吗？我觉得作业它并非完全没有用的。我先说不好的一面，有时候它是有副作用的。你看，当我们念高中的时候，我们初中的时候，大量的练习，大量的课外的补习，各种各样的习题做下去之后，仔细想想看是没有作用的嘛？其实是有个负向的作用，因为你越做，你对这个学科就越恨啊。你确实在技能上可能是可以提升一点，速度变快一点，那只是指你已经做过的会的题，但是呢，无助于我刚讲的你的概念会多认识一点，这是不可能的。是啊。但我觉得我的运气很好，我高中时候就是文理偏科一下子很严重嘛，我碰到一个特别好的班主任，我们班主任在高1的时候就跟我说，当然他是很有艺术感，他说表现出很忧心忡忡的样子，他说你现在才高1啊，你现在偏科偏得这么厉害，你这不行啊，分科要到高2才开始啊。我觉得他就是在暗示我，其实你这个理科偏科没有关系的，你只要把文科的那些东西搞好就可以。我立刻 get 到他那个 clues， 然后开始疯狂的把文科这块东西，就是花很多时间就占进去。然后我发现，其实这个真的就没有必要，就是每一块短板都不上，应该是我扬长避短啊。对的，我就是采用这个战术。我高中3年读的超轻松啊。对，人是有不同的活法的。那你看，你要把几个圈找到它的交集，人会变成一个很幸福的人，高级有趣。就是你找到自己的一个让你舒适的、你所感兴趣的圈，你还能够把书读得很好，然后呢为自己而活，你大概率就会过一个比较美满的人生。我们家长不就期待这么一点吗？真的，我跟你讲，如果当时不是这个高中老师这个委婉的点拨我可能把所有的科目都雨露均沾，然后花时间去做，我最后肯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绝对不会文科的这个好的项目越来越好，然后正好我到了高中分科以后，我那些理科不学了，也不计入分数，我才能够考进大学啊。那是因为你正好选择了自己所专长的东西，并且投入下去，而且用了对的方式，比如说通过阅读来思考和锻炼你文科的能力
你完美的避开了那些需要练习的。因为早上有个概念，我其实想要纠正你，我并不想说所有的东西都不需要练习，有些东西是需要练习的，比如说游泳这些运动的比如说打鼓音乐的，这些还是需要练习的。为什么？你看它有个特点是基因。那么我再说大一点，因为我们做 HR， 我们去发展别人，大家都说，发展一个人重要的东西叫知识、技能、经验这3样东西。经验最好理解，就是你做过什么事。你做过事不一定你拥有这个事情的知识，你也不一定拥有它的技能。那么我们很多时候家长懊悔的就是没有让孩子花很多时间，他干嘛呢？他锻炼他的技能比如说你不停的做这个口算，用珠算、心算各种各样的方法，小孩子算得很快了，这个叫技能。但是你算得再快，无助于让你在数学的知识变得很广。知识是一种概念，就你通过学习，你能够把前人总结的这些知识点全部掌握。你可能是个博士，你还能创造一个知识，但是你提做的再多，你不会创造出新的知识，这个叫知识，前人总结的，只要你去学就会。那我觉得他们在中学阶段更加重要的，有些东西是要练的，但是对于更多东西是广博，什么点都知道一点，知道就行，得看他自己怎么把它串成一条线。未来呢，有些东西是要发展技能的，技能有个特点就是以能力结尾的，运动能力、演讲能力，对吧？做饭的能力，这些都要只有练，你才能够变得越熟 ，efficiency 变得越高所以我觉得不是所有东西呢都不需要练，但是对我儿子来说，我觉得目前这些都不太重要。我没有说不同意练我觉得我练的前提是你要有这方面的天赋第二个是你要把练的这个过程看作是一个精进学习的过程，就像微软那个 CEO Satya 写的那本书嘛 Hit Fresh 里面它里面就是讲到他爸爸从小就告诉他，把每一场考试就当做你 prepare for the exam， 然后你提高自己这个学科的这个知识嘛。我觉得很多时候练习你没有天赋是没有用的。就比如说乐器，本人是学过乐器的，这么很多家长他练的时间多了以后，其实他是把孩子往演奏家级别在培养中国人口基数这么大，你要出几个郎朗几个王羽佳，那是不可能的。孩子在这个无休止练习当中消磨了他对这个乐器本身的这个热爱。我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也许如果我爹妈当年没有这样逼我，我可能还是会喜欢弹钢琴我们身边的有一些家长，他们觉得孩子运动少，就给他大剂量的去针对某一个学科在那边练的这个运动。孩子的兴趣在哪里？他有没有问过呢？这个我同意就是说找到你有兴趣的东西，你接下来提升自己的 efficiency 和技能就通过练。我也同意另外一点，就是你不能通过练之后呢，练的孩子对这个事情的热情都没有了，就把它的根本，就像一辆车，如果发动机都熄火了，那你拼命的踩油门是没有用的。对所以就是在家长你怎么驱动他去练这件事情上，我很同意我们高中语文老师讲的一句话，就是家长的作用是让他看到美的东西。比如说他弹钢琴，你给他听那种世界级的这种演奏家，他弹出来同一首曲子，为什么他的细节处理跟你不一样？对吧？你只要给他展示美的东西，一个是 test 他是不是有这个领悟力，第二个 test 他自己是不是有兴趣想要达到同样高的甚至超越这个美的东西高度的这样的一个毅力，那就可以这还是在维持他这个发动机的火不要去这个熄灭，而不是我 push harder。至于天赋呢，我是这样想的，我自己很多事情也是这样去做的。就我觉得一个正常人也不要太灰心，即便你这个事情没有天赋你通过一定的练习在不毁灭你热情的情况下，你通过一定的练习达到60分应该都是不难的，达到80分需要一点时间但是看你是否愿意，有没有这个能力。达到100分不要追求，就是比方说你练钢琴嘛，你家长如果想把你练成郎朗和王羽佳，那是完全没有必要，想都不要这样去想。就拿你自己来说，你做 YouTuber 也是从零开始嘛，你现在这一年跟2年以前的你比，你一定觉得自己这个精进了。当然你这个放假，你刚说你不是按照你要做一个100分的 YouTuber 这个思路去，对但是你每天都是 sharpen your soul， 日复一日年复一日，不就是所谓的滴水穿石嘛？对，就简单来讲就是做到10万粉应该是每一个人去做都可以做到的事情，做到50万粉就不是了，做到100万粉那就真的需要一些天赋也好，能力也好，运气也好，都是需要，尤其是运气。OK， 所以你看，就是在练习的当中，我们孩子他比如现在他对厨艺很感兴趣，他自己也会在。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每次发挥不稳定，但是你必须让他试得多，他才会明白说为什么每一次发挥稳定是很重要的。你怎么去量化每一个 process， 这个就是他需要做的精进的这个过程，对吧？好，他要有反思。所以你看我们把今天发散的话题，我觉得也很好，我们的讨论
我相信还是很有意义的，就是对我们两个就是这样。我想把它说回来，就是来大马小孩子到底会不会被毁掉呢？我可以这样来讲，小孩倒是不一定被毁掉，但如果家长的想法不是这样的话，家长有可能感觉小孩被毁掉，这个倒是有可能。我国内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他们的这个思路就蛮有意思，把孩子送到国外去，然后跟孩子说，你毕业之后要回中国来的，因为我们在中国，你的家在中国，就逼着孩子要放弃在他求学的那个国家去找工作，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我觉得是有点不可理喻的。还是要知道自己要什么。他可能只是要孩子有在海外学习过的经历。他可能只是希望他能够有更捷径，可以去参加中国的高考或者他觉得这个会让家长更符合他自己的虚荣心，我不知道。那如果要的是这些达到就行哈，但是你既要拥有原先自己的想法，又要他在海外还能达到和在中国一样的家长的那种要求和高度，那这个确实不现实，你的孩子真的会被毁掉。以及就是中国人的这种传统观念，养儿防老。如果你是指望着你孩子将来还要在这边给你端屎送尿这个样子的这个什么久病床前，你还要有孝子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你把他送到国外去念国际学校，这条路是不能够达成你的愿望的。甚至于毁不毁掉都不是我们家长该关心的。我觉得我们在他小的时候，在他还愿意和我们交流，他的价值观还可以被塑造的时候，他基本的根我们给予他了。接下来接收的阳光雨露，其实都来自于这个环境，来自于这个社会，来自于这个世界的变化。他能长成什么样子，跟他的基因有关系，跟他接受的阳光雨露有关系，跟我们的关系都不是太大了。对，所以呢，是不是家长也应该松弛一点，放轻松，想一想，我们自己怎么在海外把自己的人生过得轻松快乐。这倒也是很多家长都已经出来，我觉得焦虑出来真的要活得比原先更快乐啊，更开心啊，是这才有意义啊，对吧？大家都开心一点 ，happy 一点。我们下回可以聊一下关于转校，特别好玩，对吧？好，拜拜。好。